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9月18号星期一，新的一周啊。今天第4个训练日，回评论。今天还是轻松跑，还是累。昨天到晚上觉得都特累，所以就是强度训练，节奏安排很重要，对普通人来说。就像我昨天视频结尾说的。这个累大多数时候是心理的，今天你让我顶也能顶，但是不想顶。但是如果我是专业运动员呢，那我就必须得顶。所以对普通人来说，强度的节奏把握，让你每天都还有劲儿，是挺关键的。但是这次我其实是想挑战一下自己，因为很快就要比赛了。给自己一个信心，这个信心给的还是挺不错的。虽然我昨天跟今天身体都疲劳，但是那2天的强度都顶下来了，并且第2天最后的1公里多、2公里还能够继续再冲起来。今天特别湿热，因为出来之前大概凌晨4点多下了一阵特大的暴雨，现在是雨停之后的那种蒸起来了，不知道这边还要再过多久才能凉快下来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月底9月30号在长居公园的半马要看天气了。这个天气有难度，因为它是早上8点多，那时候更热了，太阳一出来，尽力而为。行，那一会儿咱们换个视角聊聊评论啊，加油干！我们开始回评论。第一位小伙伴说，准备马拉松，我理解应该是全程马拉松，是多跑长的间歇好，还是短的间歇好？这儿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界定长短的。我的建议是，1公里以下的间歇对全程马拉松的帮助对普通人没有那么大。如果您是想让全程马拉松成绩变好，我指的这个变好是在2小时50以外，就是比2小时50慢。在这个范围内，您应该把间歇的距离拉长，比方说1600米，或者2400米，甚至是3200米。但是上升到5公里这种呢，对身体的压力太大了，因为5公里的间歇一般要跑3组，可能跑完以后会影响后边2天到3天的训练。我的建议就是 1.6 到 2.4， 但是并不是说全程马拉松跑进2小时50，长间歇就没用了，只是说提升的速度，就提升成绩进步的速度。下一个，湿度对成绩的影响，这个特别符合今天的感觉啊。这我觉得更多的还是看您从小到大习惯的环境吧。不过事实上说，湿度太高了是不好，会让人消耗比较大。马拉松理想的状态就是11度摄氏度啊，然后湿度别超过50%吧。尤其是像我这种北方的孩子，北京挺干的，但是我觉得北京干挺舒服的，我一直不觉得干。到夏天我还觉得太潮了，但是呢，南方来的小伙伴感觉就不行了。我认识有一些南方来的小伙伴，我觉得说每天早上起来鼻子都出血，这就是从小适应的环境，真的没办法。所以我们选择比赛也是，你要是想出成绩，就选择自己适应的环境的比赛。你要是本着完赛或者娱乐的条件，那就无所谓。赛前受伤，10月22号有比赛，我能理解，我也能感受，我也有过这种经历，没办法。去年的北京马拉松，我在视频里轻描淡写了一下，但是其实那次受伤挺严重。
那次受伤第2天的状态就是影响走路了，大腿后侧。当时距离比赛还有28天，大概影响了1周的训练。不过我没停。另外一个小伙伴也说受伤，照片子骨头没事儿，关节也没事儿，只是说肌肉有水肿，大夫让歇2月。我首先不知道是哪儿的肌肉啊，但是我认为您这就普通的肌肉拉伤，大夫不应该让您歇2月呀，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？这么说吧，如果您是大肌肉群，比方说大腿、小腿，或者是臀部拉伤这个情况，不用歇2个月。您说的对，不疼了就可以恢复了。甚至我还要更相对的偏激进一些，我一般应对肌肉的伤痛，注意是肌肉啊，不是韧带和关节儿。我是遵循着，我感觉我恢复到了80%，我就会很低强度的开始训练了。因为你恢复最后那20%，要用特别多的时间，而且很多肌肉的拉伤，完全静止的那种休息，不一定能有很好的效果。但是还是激进别冒进，我建议您听大夫的，您可以再追问他一下为什么。全程马拉松的比赛，35公里的时候被330的兔子超过，之后就崩得特别彻底。正常跑量积累的不够而已，而且那种被超过你追不回来，就是能力也不能说不够吧，只能说您还没有达到您期望的那个能力。就像去年的北马，在差不多35公里的那个大的180度折返那条路，快折返的时候，马路对面就跑过了马老师领衔的元大都的那个方阵，他们是奔着2小时40去的。虽然最后遗憾差一点吧，但是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凭我的能力我是跟不上的，就当时的能力。如果我现在24岁，我的目标定多少？2小时35。但是这个是理想中的，因为24岁的小伙子基本上是不会选择跑马拉松的，很少吧。人就是这样，你会错过很多你认为当时干更美好的事儿，这就是生命的一部分。但是也有好处啊，你反过来想嘛，对吧？你现在都这么了不起，你要是年轻的时候这样，你更了不起。安慰一下自己就好了。2年跑步200公里1个月，是多跑长距离的速度耐力，还是多跑间歇？您现在的状态差不多就是我全程马拉松刚破4的那个状态。我不太知道您，但是我可以冒险猜一下，就是您的全程马拉松不太可能匀速完成，可能会崩一下，或者会掉速，甚至可能会走。我的建议是多跑中长距离的速度耐力，这个要比刚才我说的长间歇提升的效率还高，但是更累更吃苦。如果您能做到10天跑1次，针对您现在的能力，大概就是8公里到12公里，跑行与不行的状态，大概半年你就会提升特别明显，尤其是在半程马拉松上，您试试看。中考1000米还想再听我聊聊？我就考过1次呀，兄弟。小伙儿在热身了。那个时候根本就不懂跑步，
不像现在这么多资讯。那时候觉得1000米好长啊，现在让我说就是您就多跑400米的间歇就干，这个年纪跑15组都没问题，一次课。而且1000米见效特别快，您不需要太多累积，您提前1个半月开始这么练，因为它也不需要体力恢复，对吧？到比赛的时候也不用调整，就赛前2天休息就行了。你练1个半月，绝对满分了。这个年纪，除非您是那种特胖的体型，正常体型啊，咱们说。我的死抓娃叫什么？小伙连问了2遍。是不是现在大家都不看视频的描述区了？抱歉啊。夏训几个月跑了200公里，每个月半程马拉松从2小时进步到了1小时46。就像映射了我刚才说的，您只要是练半程马拉松的进步会非常快，很快你就可以135。想进130呢，需要一些速度训练，但是也不难，真的不难。甚至1小时25都不难，1小时20就有难度了。1小时15就不是所有人训练都能达到了，就像全程的2小时40一样。我现在已经修改了我的目标，我先 PB， 就是1小时17。因为我一算，半程马拉松太短了，没有加速的余地，你得加特别多每公里。有一个小伙伴总结昨天我的结论，说特别对的一句话，就是科学训练就是1分耕耘1分收获，说的太对了。另外一个小伙伴说，频道订阅不到1万的时候，一直看到现在，猛地发现都5万多了。我有时候也是，就梦中惊醒一想，是有一些感动的。而且我也一直在摸索怎么能把节目做得更好，比方说我每天优化自己的工作流，因为我白天还得上班，每天1期，我会继续再努力的。感谢大家伙，感谢大家伙。9月18号星期一清晨6点半，第4个训练日，训练结束。今天还是跑得比较短，跑了13公里，平均配速5分05，心率132，步频196，功率180多，好像是。因为今天我在最后的一个直道，就那个大阪城公园里，那1.5公里，跑了2个200米和1个400米，中间间隔100米的小冲刺，其实谈不上很冲，就是冲到3分40，或者是3分38，也就是这样。然后找找感觉，因为昨天是轻松跑，今天又是轻松跑，明天休息了，所以今天在结束之前，大概离结束还有4-5公里的时候冲了2组，这就是我一般训练的一个小窍门。这样的话呢，今天之后你肌肉不会那么僵硬，然后同时呢会提升一些积极性和信心。就有的时候我们总说该快慢快，该慢慢，为什么很多小伙伴有时候做不到？就是因为我以前就是这心理啊，我老想跑快，为什么呢？我老怕我跑不快。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，就不太好能描述出来的这种心理。所以呢，就得时不时这么冲一冲，因为现在确实是该快快，该慢慢了。而且呢，整体的跑量较去年呢下降了一点点，但是下降的这点其实就是去年最痛苦的、最没有意义的那种总是匀速的跑量。今年增加了更多、更痛苦的，但是有意义的高强度的跑量，是不是？那行吧，那这4天的训练就圆满结束，大概跑了70来公里。
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明天我的休息日，我们一起加油干。